YouTube 算法控制 YouTube 的整个平台，它决定了应该呈现哪些影片给哪些观众。作为创作者，我们都希望 YouTube 算法能够喜欢我们的内容，这样我们就能够获得更多的推荐量。然后我发现还是有很多人对 YouTube 算法有很多的迷思，对 YouTube 算法的运行模式还有很多的误解。我每天都会收到关于 YouTube 算法的很多问题，所以今天这期影片我就把大家经常会问到的7个问题和大家分享，来解开你心中的疑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来，我是 Grayson。如果想更好的建立 YouTube 频道，你想在网络上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是完全免费的。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，就能够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。首先，第一个问题就是表现差的影片会伤害到频道吗？很多人会担心，如果自己频道里面有一部影片表现不好，观众反馈很差，那这样会不会伤害到自己的频道？其实不会的。对于 YouTube 算法来说，他们只会看观众对于每部影片的反馈。如果观众对这部影片反馈好，他就会给更多的推荐量。如果他推荐给一些观众，观众的反馈都不好，就会停止推荐给更多的观众，那么这部影片的观看量就会降低，而对于整个频道来说，并没有很大的影响。但是也有一种情况，就是你连续出了好几部影片，这几部影片表现都不好，观众的反馈都不好，那么这个时候 YouTube 算法就会认为他推荐给了一些观众，而这些观众都不感兴趣你的内容，所以他就会重新定位你的针对观众，他会尝试寻找另外一群人去推荐给你的影片，去看他们的反应。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这个就害怕尝试一些新的创意、新的题材。YouTube 本身就是一个不让你去尝试、不让你去试验，才会发现新的内容的过程。如果你发现一部影片表现很差，观众的反馈都不好，你就要去分析造成这样的原因，然后在下一部影片里面改正。但是我们要记住，一部差的影片并不会伤害自己的频道。第二个问题就是改变影片的缩图和标题， YouTube 算法就会开始重新的排名。在影片表现不好的时候，有的人就会想自己去修改缩图，继续修改标题，想要让 YouTube 算法重新给自己的影片排名，从而改变影片的表现。其实 YouTube 算法并不会因为你修改了缩图、修改了标题，就立马开始重新审视你影片的内容，去立马给你的影片做出一个新的排名。他们还是会看观众的反馈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你把一部表现好的影片故意把它的标题和缩图改差，这部影片的表现并不会出现迅速的下降。其实修改标题和缩图更大的作用就是改变观众对你影片的看法。例如你之前影片的缩图并不是很吸引观众，很少观众会想要点击观看，但是你修改了一版缩图，这个观众很吸引观众，影片的展示点击率从 2% 上涨到 10%， 这就意味着有更多的观众点击观看这部影片，这部影片的观看量就上涨了，影片的整体表现就变好了。或者是说你之前的标题并不是很清晰，让观众不太明白你想要表达的意思，然后你修改了标题，让观众一下就明白你影片的主要内容，同时也吸引更多观众观看，这样也会导致影片的展示点击率上涨，导致影片的整体表现上涨。那我们需要什么时候修改缩图的标题？这里我不建议大家全部影片都修改它的缩图的标题，只有在当你发现你的影片表现不如预期，你认为你的影片能够表现更好，你的影片其实有很多价值，但是观众没有发现，这个时候你可以尝试修改你的缩图的标题，让更多观众点击观看这部影片。同时我也建议大家使用 TubeBuddy A/B 测试工具，这样能够帮你测试2版的缩图，你可以去看看哪一版的缩图观众的反馈会更好，然后你就可以选择那款缩图。但是可以通过评论区链接去免费使用30天这个功能，去尝试一下缩图 A/B 测试。第三个问题就是，如果停止更新，频道是否会受到惩罚？现在我们都知道 YouTube 想要让创作者保持更新，所以很多人就会担心，如果自己想停止更新一段时间，想要休息一段时间，自己的频道是否会受到惩罚？你完全可以给自己放个假，你完全可以休息一段时间。YouTube 并不会因为你停止更新而迅速把推荐量收回去。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频道停止更新，然后流量会有迅速的下滑，很大程度是因为观众的关系。例如你之前更新的频率是每周更新3次，观众也已经习惯了这个更新节奏，并且你处于的频道领域是比较饱和的领域，例如游戏频道领域。如果你长时间不更新，那么 YouTube 算法为了满足这些观众的兴趣，满足这些观众的需求，就会推荐给他们一些还在稳定更新频道的影片，这样观众的注意力就转移到那些频道里面，自然的你会发现你的流量在下降。但是如果你影片题材是其他频道里面看不到的，例如 MrBeast 的每一部影片都是大制作，需要花很长的时间，那么观众是愿意等待这样的影片的。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，身心健康最重要。如果你发现你无法继续创作影片，你想要休息一段时间，你完全可以允许自己这样做，因为及时的休息能够让你避免职业倦怠，并且在你休息之后，你会有更多的创意，这样对你的内容创作是非常有帮助的。
助了。我们要记住 YouTube 是一个长期的事，你并不需要心急。但是有没有想要休息一段时间的想法，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希望你能够为这部影片点个赞，就能够让更多的观众看到这部影片了。第4个问题就是获利影片能够获得更多的推荐量。这个想法可能是有很多人都会认同的一个观点。如果一部影片能够帮助 YouTube 赚到更多的钱，那么 YouTube 可能会给更多的推荐量，让更多观众看到这部影片。但是 YouTube 也澄清到，他们推荐系统并不知道影片是否有开通获利。YouTube 推荐影片还是会从观众的角度出发，推荐给他们想要看的影片，提高他们的观看体验。但是如果一部影片它的内容是广告商或者是 YouTube 社区不友好的内容，那么 YouTube 算法就会减少这部影片的推荐量，因为这样的内容不适合所有的观众都能够看到。所以如果你频道里面都是这些敏感的内容，那么你就不会发现你频道里面的流量会有很大的变化。只有当你平时发布的都是正常的内容，然后有一部影片中了黄标，那么这部影片的流量就会受到变化。总的来说 YouTube 算法并不会根据影片赚到的收入多少来给不同的推荐量，它还是会看观众的反馈。如果观众的反馈好，它就会给更多推荐量。如果观众不感兴趣这样的影片，那么就会减少推荐量。第5个问题就是应该多久更新一部影片？应该多久更新一部影片？是每天一次、每3天一次，还是每周一次？YouTube 有没有规定一个更新频率？其实更新频率是根据你自身的情况，根据你的频道，根据你观众的偏好来决定的。有一些频道是适合频繁的更新的，例如股票频道，你可以每周1到5分析股票的行情，及时和观众分享的信息。因为关注股市的观众每天都想要了解股票的行情。游戏频道也是一样，你可以尝试频繁的更新，例如你每天都可以开游戏的直播，或者是让观众了解你游戏的进度。吃播频道也是一样，你可以尝试每天发布一部新影片，因为很多人在吃饭的时候都想看着吃播影片一起吃。有一些频道就不适合非常频繁的更新，像是 Vlog 频道，因为 Vlog 影片一般都是把几天的内容集中在一起，变成一部影片，这样观众才会看得更有意思。大家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尝试不同的更新频率，去看是否能够适应这样的更新频率。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注重自己的身心健康，不要太过疲惫。如果你造成自己职业倦怠，你会很快失去创作动力。第6个问题就是针对不同的关键词，影片的表现会有很大的差别。这个情况大多数出现在于频道里面包含有非常多不同话题的影片，不同话题的影片就会吸引到不同兴趣的观众。如果你频道里面包含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影片，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很常发生，因为观众对于不同的话题会有不同兴趣程度，会有不同的反应。YouTube 算法会根据观众的反应给出不同的推荐量。例如你本身是一个历史频道，你频道里面的所有影片都是讲历史的，那么你吸引到的观众都是非常感兴趣历史的。然后有一天你突然想加入一些新的元素，例如你制作一部投资理财话题的影片，那么就会造成这部影片的表现不会太好，因为你频道里面的观众他们都是感兴趣历史的，有很多人并不感兴趣你投资理财的话题。所以如果你想要尝试一些新的话题，你要去思考这个新的话题是否是观众感兴趣的。如果你现有的观众都不感兴趣你这样的新的话题，那么你就能够预测到这样的影片表现不会太好。如果你新的话题还是在观众感兴趣的范围内，那么你就能够大胆尝试，去看看观众的反应。这里我推荐大家几个方法去做一些调查。你可以来到 YouTube 后台去看看观众感兴趣的影片，从这些影片里面你可以找到一些灵感，去尝试一些新的话题。你也可以去调查一些关键词，去看他们的搜索量如何。如果搜索量高，就证明观众对这个关键词感兴趣。你也可以在 YouTube 的搜索栏里面输入一些关键词，去看看那些表现好的影片，去看他们的缩图和标题是如何制作的。你可以借鉴他们的风格，因为观众对这些影片的反馈都很好。第7个问题就是标签是否还重要？ YouTube 标签的重要性已经下降。YouTube 已经明确的表示，如果影片内容中有容易拼错的字词，标签能够帮助观众找到他们想要的内容。如果想具体了解，可以去参考一下我的这部影片。既然标签不重要了，那我每次上传影片的时候还需要再填标签吗？我这里建议大家还是尽量去填一下标签，因为标签还是一个工具，让YouTube 算法更加熟悉你的内容。只是大家不必花过多的时间去仔细寻找每一个标签，你应该把你的重心放到寻找影片的核心关键词，制定好影片的缩图、标题还有描述栏。YouTube 算法的目标就是为了满足观众，给他们最适合的内容，给他们最好的观看体验。如果影片能够满足观众这些需求，是 YouTube 算法非常喜欢的，那么它就会给你更多推荐量，让更多观众观看到这部影片。那么你如何知道 YouTube 算法喜欢你频道里面哪些内容？其实都在你 YouTube 后台数据里面能够找到。我这部影片能够告诉你3个非常简单的方法，能够让你快速找到 YouTube 算法喜欢的内容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我点个赞。如
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，欢迎订阅频道。如果你想与我更多互动，可以关注我的 IG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